网络新网的朋友好，这里是莉莉对谈，我是莉莉。今天的话，邀请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我想给他定位为海岛文化觉知者。我为什么会想给他下这样的定义呢？这边的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的话，我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得到这样的机会去参观老师的工作室。我当时的话，在参观老师工作室的时候，我是有看到一幅水墨画。我当时的话，我就问老师，您的这幅作品的话，你的这个创作理念及创作发想是如何而来呢？他的回答方式的话是非常的奇妙他当时的话，他是这样子回答，我到现在想起来那个过程，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新奇和记忆犹新。他当时的话，他帮我梳理了一下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它的这个发展理论，它的这个发展史。但是的话，他的回答方式的话是非常聪明的，他是采用节点式的方式来进行阐述。当时的话，有列举每个节点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说宗炳、苏轼等等。我当时的话，在听完老师的论述之后我这个时候我再回过头，我去看他的工作室的其他作品，比方说那个半人半兽系列，数以百计的人形占系列，齿科动物系列等等。我这个时候的话，我就觉得老师的作品真的是包罗万象。他对艺术史的这个理解是非常宏观性的，但是他在这个宏观性的历史长河当中，他不停地进行摸索，进行琢磨，他将里面非常精华性的这个微观的部分投射到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当中来。所以我们看到的他的作品的话，都是他去繁重建所保留下来的最纯真的部分。我们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佛家的无欲无求，道家的天人合一，以及宇宙的浩瀚无穷，包罗万象。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克祥老师。克祥老师好。你好。克祥老师，你在听完我刚刚的这个开场给您下的这个定位以后，海岛文化觉知者，然后听到这样的我对您这样的一个看法，您还接受吗？我有点诚惶诚恐诚惶诚恐，所以是有惊吓吗？有被惊吓到吗？谢谢你，我很喜欢你分析我作品我的思维的过程。对我来讲，绘画是一个思维辩证的过程，所以我的确在很多部分用了你说的方式去思考。就像我认为艺术的呈现是一个不断的萃取、纯化、锻炼，那有点像在打铁，要不断去除杂质，最后得到了百炼钢。那我觉得艺术品的这样的动作不是反复的技巧练习而已，更是思维上面的辩证。所以其实我很高兴你理解了我，或是你刚说明了我在创作整个过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老师也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认可。你可以把当时在你工作室的时候，你当时跟我讲解，就是说中国水墨画的它的这个发展史，当时有讲到，有像宗炳、苏轼我们把当时的历史画面还原一下，好不好？在进行我的水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任何创作都有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人。对我来讲，因为这是我的主体嘛。我所有的考虑，所有对应到外面的东西，它的本质还是从我这个人这个角度去思考。好，所以在讲为什么我特别用宗炳的《画山水序》开始讲，因为在山水序里面，他最早提出了人跟自然这个关系，也就是画山水它的重点不再是人物画的单纯的人，而是人跟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概念，这是比较偏向道家的概念的东西。因为在以往人物画是很儒家的，就是
就像那个女史箴图这种，要非常非常有道德感，要有说教性的东西。但中丙一开始就把水墨定位在是人跟自然呼应。那这样的概念到了持续的发展，我觉得一直当然到了文人画是更把它非常极端的就只取得这一块。好，那不管认不认同文人画，但是至少人文画把人跟自然这件事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位。好，就是它变成是神主牌人。好，那在我自己做水墨画的过程里面，那的确是我会去很重要去思考的部分，就是在人跟自然那一个呼应。所以我在里面有一组作品，我甚至做了一个新的皴法。就皴法就是利用皴擦去画出30的方法。好，那我用的方式是一样是用皴擦，但我用比较消除法的皴擦。那我的上面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形状，一个剪影的人。那这剪影的人最后它组合成了一座山，或是组合成了一片的空山不见人那个作品。对，就像空山不见人，它算是一种诡辩，就是在画面里面整个都是30看不到人，但是所有的30又是由人组成的。那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想其实就像包含中丙的画山水序，或者是文人画理论里面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就是我们认为天人合一的，但是虽然天排在前面，但事实上天人合一的是我们人去认定的。所以那个30你说空山不见，但事实上见不见人是我们去决定，所以人也就是山，山也是人。那一幅是远景看起来是2座空空的山，空空如也。对。但是你走近一看，你发现它是由无数的人组成的。对。我当时看到这幅画的话，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到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就是说也想穿透这样的一层意境出来？我觉得，苏轼写这一首诗，他其实是他对庐山的一个理解。那同样的，我把人放进去山里面，也是我对于所有自然人跟自然的理解。尤其是你另外一个解读，其实我当时做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更社会性的问题，就是其实台湾的山被人类侵蚀的非常严重。所以其实我有点刻意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这样去想，你就会发现其实所以我觉得我对您定义非常正确，非常精准，文化觉知者。是透过作品都是想表达这种社会环保问题。对，就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有内跟外。对内的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有时候是很自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那是内宇宙。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会面对外在的环境，有外在的人。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外宇宙。那我对于外宇宙呈现的方式，我希望不要单纯是我个人的想法，我希望更透过是客观的宏观的角度。所以我在我面对外宇宙的时候，我把人当作是一个复数。所以为什么会画那么多的人？我希望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我所谓的人跟自然，这个人不是我跟自然，而是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群体里面，多数的人面对自然的状态。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我另外也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其实大家不太面对的问题，叫做从众。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个人自主的行动，但是其实或许你不自觉的，你被外在影响，可能在自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明确有智慧的事的时候，可是或许其实那是一个从众心理。你被无明给蒙蔽了。所以是要时刻保持内在的清醒去看待这个生活。我觉得要思辨，就是这个思辨并不是用一种惯性的方式去思辨。对我来讲，我觉得思辨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抽象性的事情，我觉得思辨是要做到一个所谓的非物理性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在物理性，所以物理性行为就是，比如说我有地心引力，它是一个惯性，但是我觉得在思辨这件事一定要做到保持不要有惯性，然后很容易就被拉回原点。对对对，因为你可能会用一种惯性的思维，所以你可能思维到最后，你所有的思辨方式都一模一样，那反而会让你的想法会越来越狭隘，那越来越偏向。那或许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的想法或思维模式越来越固定、越僵化的话，其实也会让他自己的整个视角变得越来越窄。那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作品可以看出来，对，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有很多各种有趣的人事物。那我觉得我们去观看它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批判它，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用另外一种比较多元的角度去看待它。那怎么做到多元？就是不要有惯性思维。那这一种，我觉得这一种思辨常常会产生很多的悖论。就是就像台湾的社会现在也常出现一个悖论，就是你知道，当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思维一定很多元，这个社会很多元的时候，好，突然间多元变成唯一。所以当如果有一个人他觉得不行，我就要保持传统的观念，那他或许在台湾现在的某些思辨里面是不被接受。那我觉得多元不应该是唯一。那多元里面就要包含接受某些知识唯一的人，这才是真的多元。但台湾的社会不见得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我就说，这个思辨过程会充满很多的诡辩或是悖论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思考，那这个东西就会放到作品区，就很有趣这样子。那关于苏轼的话，他对于中国山水画理论体系的这个影响，你有什么看法？哇，这个叫那个中国美术史老师来讲，没有，您当时在工作室跟我讲，非常的精彩。真的吗？好，其实苏轼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从他的整个人生过程里面，还有我想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苏轼。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知识分子。他身上很多的政治家、书法家、改革家、绘画家。对，那包含绘画理论。好，那在这些个部分里面，他在政治上的挫败，怎么让他转化成为他内在创作的养分？好，那我很喜欢他的词。好，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东西，但这样的词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像放到他的书法作品一样。他的书法作品里面寒食帖，那看着其实每次看寒食帖，我会觉得会很深的感触，就是会看到一个很落寞中年男人，其实寒食帖写得非常的悲伤，里面有很多在当下他可能情绪低落产生的一些笔触痕迹。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这个。那我觉得一个在当年那个环境里面，一个愿意这么诚恳面对自己情绪的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所以同样的，苏轼这样的理念，把他，我觉得当他用这样的概念、文化的影响力投射到整个山水画上面的话，他的确让后来的水墨画。产生了更多愿意去改变、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带有一种指标性，甚至是一种灯塔式的角色。对，那我觉得不需要再从别的，我觉得就是纯粹就文化的影响力去看它怎么让我们用一种更自在的方式。当然，这是以文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文人自在的角度
去简化的画面，去产生另一种更情绪性、更强调空灵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都会是我们现在画当代水墨是可以去吸收这些东西。那你吸收了怎么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当然绝对不是在模拟一次他当时候的情境。非常感谢张克襄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是非常精彩的分享。就是每次在跟老师进行讨论艺术的时候，我都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受限于我们节目这个时间，今天的对谈只能到这边。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